嗨，同学你好，相信呢你非常想要学习文修课程，但是呢你一定也在网络上做了非常多的功课。那网络上这么多家，到底要选择哪一家呢？今天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上课方式与详细内容。文秀全修班包含的项目有：第一个韩式美瞳线，第二个呢韩式轻感雾眉，第三个就是韩式全彩唇。那我们呢的课程基本上呢，它是属于一个基础课程。那有跟外面一般的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基础课程大致上都大致相同，只是说外面有一些呢是比较偏向内地挂，那我们呢是比较偏向韩系设计。同学如果觉得他学习了韩系以后想要学习内地系，可不可以呢？其实基本上都是 OK 的，只要你有累积一点经验，那美感稍微提升之后，你就可以稍微去做改变。韩式全修班的上课方式呢，基本上是7天。那我们是从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半，中间会休息半个小时。然后这7天呢，是我们必须要先上4天的基础课程。第1天呢是眼线，第2天和第3天呢是雾眉课程，第4天呢是嘴唇的课程。那我们会先做假皮的练习，还有一些学科的了解。回家之后呢，必须要做回家功课，然后拍照给老师做检查。老师检查通过合格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约后面3天的实操时间。那实操的部分就是1天是眼线的实操，1天是雾眉的实操，1天是嘴唇的实操，所以4天加3天的实操，总共是7天。因为呢，有非常多同学他会以为这4天上完就可以马上做实操了，那也有非常多同学呢会担心说，这4天上完，万一回去是有一点不太会的怎么办呢？那没有关系，通常我们这4天同学第1次上完之后，第2轮下一次开课的时候，通常会再回来再把这4天再上一下，好好的复习一下之后呢，他们才会约真人实际操作的时间。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呢，1年内都可以复训，所以比较不会有学不会的问题哦。前面4天的课程呢，我们就是1年内都可以重复回来上。那有的同学学习得快，有的同学学习得慢，所以那都没有关系。那我们每3周就会开1次课，所以同学都可以提早报名参加。那我们另外3天的实操呢，你可能要准备一个 model， 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分别项目去做实操。我们的实操部分可不可以复训呢？也是可以复训的哦。只是我们实际操作呢，我们就是真人眼线1次，雾眉1次，嘴唇1次，之后的实操日再回来上课，那就是看其他的同学做实操。基本上看其他的同学做实操，也是可以累积非常丰富的经验哦。我们这个课程呢是适合初学者的，而且呢我们有1年内免费的复训，所以大家初学者不用担心学不会。那如果你还是很担心你自己条件到底 O 不 OK 可以学习呢？你可以先看我上面这部影片哦，这部影片是文秀师的5个条件。我们当然是有附材料的啊，我们有附眼线、眉毛、嘴唇的材料，所以呢，详细的材料清单你可以帮我上官网去看，那有非常仔细的材料清单。那我特别要稍微解说一下，我们附的机器呢是全抛机。那这个全抛机呢，基本上已经是属于一个很高阶的机器，不会像外面有一些老师，他可能课程当中呢是附半抛机给你，然后自己呢就用全抛机，然后你去上课的时候，你就很想要跟他用一样的东西，结果呢你就还要需要再花钱再买。那我们这边不用半抛机，我们都是用全抛机，所以基本上机器不用再购买了哦。我刚好没有刷卡机耶。我们是可以分期付款的。如果你要分期付款的话呢，我们会委托中租公司来做这个分期付款的动作。那你只需要提早申请就可以了。那详细要申请的话，可以在我们的 LINE 来做咨询。那我们会给你详细的这个申请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漂眉课程就没有包含在我们全修班里面，因为漂眉课程呢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手法。那如果你没有学习雾眉的这个基础呢，直接学漂眉，通常对初学者来说会非常的困难。那外面一般的课程呢，它如果有含漂眉课程，它有可能是随便教你割几条线，就当做有教漂眉了。但是我们的漂眉课程呢，基本上我们是要很详细的去把毛流画出来，那甚至要很详细的把轻重轻做一个非常好的练习。所以我们的漂眉课程呢，要额外再上课3天。那同学你也不要觉得3天就可以学会，因为通常漂眉课程通常要3天，然后乘以3遍，通常才学得会。所以我们的漂眉课程不是随便教一教的，那当然它就没有含在全修班里面。文秀全修班呢，基本上上完
课程，然后并且做完真人的实操，个别是眼线实操一次、雾眉实操一次、嘴唇实操一次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领到我们亚太美业教育协会的结业证书。那因为是协会的证书，所以我们在核发的时候会比较仔细一点。那我一定会手把手带你把每一个项目、每一个动作都做完，确定你学会了，我才会让你领证书。如果你的真人实操只有做2个，其中有1项没有做的话，那可能就不能领证书，要等你上完课才可以领证书哦。我们的课程呢，基本上7天就已经有点上不完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包含考试。那如果要考试的话呢，纹绣师初阶检定呢，那是另外要上另外一个课程。详细的话，你可以帮我参照官网的这个资讯，就是考试的部分。我们全修班一定没有附考试，因为我们学习纹绣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难度的一个学习课程。那如果我保证你每一个人都会过，那我不就证书乱发了哦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是不可以这样子的。我们连前面的结业证书我们都非常仔细的核发，更何况是我们在做这个检定的部分，它一定也要有非常严格的一个审核标准。那纹绣的审核标准最重要的重点是说，我们的安全卫生这个一定要顾虑好。以上呢就是纹绣全修班收到比较多同学会问的问题，顺便再送你们一题。很多同学问说，男生可以学习纹绣吗？其实是可以的哦。其实有非常多男生有学习纹绣哦，像有一些飘眉大师、雾眉大师都是男生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还是想要知道你适不适合做纹绣师，可以先看我上面那部影片哦。今天课程讲解就到这里，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也欢迎你可以用 LINE 跟我联络，我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。巨大 TV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